你觉得美股创新高就意味着大家都在赚钱吗？不要掉以轻心，这说不定不是牛市在开派对，反倒像是市场一边踩油门一边刹车灯还不好使。最让人害怕的不是它跌，而是它长得太好看了，好看的就跟开了满满的滤镜的自拍似的，离真实情况可能差了有10层磨皮。你想想看，指数天天都创新高，可是披萨店、折扣店、美妆店的股价却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跌，这件事是不是挺不对头的？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听到最后。我们并不聊那种涨了就开心，跌了就崩溃的表面行情，我们要分析的是当下美股最危险的矛盾，科技巨头涨起来跟坐火箭似的，普通消费股就跟手机电量只剩1%似的，随时都可能黑屏。要是你光看纳指，光看英伟达 AI 什么的，那就好比去体检只看发型，发型倒是挺精神的，可身体里头有没有问题，你压根儿就不知道。要是你平常也会留意美股、台股、半导体、AI 概念，或者只是想知道当下手里的资产到底要不要慌张，那么不妨顺便点个赞，收藏一下。不是搞什么仪式感，而是因为这期信息密度比较高，你很可能听到一半想回头再看，结果一刷新，视频就像前任的消息一样找不到。订阅也可以点上，以后我们会一直追踪这种表面热闹、内里别扭的行情。先看看最表面的画面。美股指数还处在高位，很多人一打开软件，看见科技股那边特别显眼，尤其是英伟达。就像班里那个一直考第一还顺便帮老师修电脑的同学一样，他逆势猛涨，市值冲到特别夸张的位置，把不少大公司都甩在后边。你看着就会觉得，嘿，真的是人类的希望，钱都往这里聚拢。可问题来了，一个市场要是只靠少数明星股支撑着，这还算不算是健康的上涨？其实这事情挺简单的，你把股市当成一张餐桌，以前大家一起吃饭，有科技，有消费，有工业，有金融，虽然有人吃的多，有人吃的少，但至少桌上还挺热闹的。现在好像就英伟达一个人抱着大盆在吃，旁边一圈人拿着空碗互相看着，指数还能涨，是因为那个爆盆的人太能吃，把平均值拉高了。可要是你问这桌饭局是不是越来越香，那就不一定了，不是吗？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费城半导体指数此前曾连续18个交易日上扬。这种走势听着确实带劲，可细想一下，就像连续熬了18个通宵，还硬说精神抖擞，表面光鲜，内里早已透支，短期涨得过猛，随后出现回调，实属正常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，这次台股、日股、韩股、A 股均承压下行，台积电股价一松动，整个亚洲半导体产业链便明显显露乏力迹象。这是否也在向美股释放一个信号，别只顾自己单边狂奔？很多人看美股的时候就只盯着美国本土的指数，但半导体不是一个国家关起门来自己玩的小积木，而是全球拼凑起来的大乐高。台积电、韩国的供应链、日本的设备、美国的设计全都紧密捆绑在一起。你并不能说美国 AI 股大涨，那其他地方的疲软就不重要了。就好像你家客厅装修的特别华丽，可厨房漏水，卧室停电，你总不能说生活质量全面提升了吧？后面这一点更加关键。亚洲市场的走弱往往不是旁观者，而是提前响起来的门铃。当下真正的关键词出现，撕裂，并非是简单的涨跌有别，而是市场仿佛被划分为两半。一半是 AI 科技巨头、云计算芯片，故事讲述的既宏大又全面，引得投资人眼睛都亮起来；另一半是消费股、餐饮股、折扣零售股，数据一出来，股价就如同上班路上没赶上地铁，整个人都不太妙。要是你询问哪一半更贴近普通人的真实生活，别急，这个答案有点让人难受。达美乐披萨出现下跌，美元数也处在下跌情况 ，Ulta 美妆价格下降，百胜餐饮同样跟着下跌。你看这些公司，他们不是那种离普通人很遥远的高冷科技企业，卖的是披萨、折扣商品、美妆、快餐。换个说法，他们就是普通人钱包的温度计。要是温度计显示数值很低，你不能说屋里很暖和，而只能说客厅那盏灯比较亮堂。通胀和油价正慢慢把基层的购买力给挤压没了，消费者开始对每一块钱都仔细盘算，企业也就只能打起价格战。这听着是不是挺现实？价格战这事情听着对消费者还挺有好处的，就好像商家突然良心发现，让你去占便宜似的。而对于企业利润来说，有时候它就像是健身时只喝冰美式不吃饭，短期好像挺自律的，可长时间身体就受不了。企业降价是因为顾客不愿意购买，顾客不愿意购买是因为生活成本太高，生活成本太高了，那最后又会反过来挤压企业利润。这个循环一旦运行起来，股价就很难保持好看。你还觉得指数新高就等于经济稳定？所以当下的美股表面好像豪华商场开业，灯光、音乐、阿平等全都有，
可是你走到后门看看，送货区堵着，员工在计算成本，顾客在比较价格，老板在皱着眉头。市场最能骗人的地方在于，它会把少数公司的高光包装成整个经济的胜利。要是你只盯着那些高光片段，就会觉得人人都在走红毯。但投资并不能只看滤镜，毕竟账户余额并不会陪你演偶像剧。接下来瞅瞅高盛的警告，这一块挺重要的，因为它不是那种情绪有些热的软化，它提到资金弹药可能快没。CTA 也就是顺势交易资金，简单说就是市场往哪个方向冲，他们就往哪个方向加。之前上涨的时候，他们不断的买入，推动着行情接着往上走。可现在很多 CTA 已经变成净多头，什么意思？就好像一群人都已经上了车，车厢挤得跟早高峰地铁似的，那后面还能有多少人接着挤进去？股市上涨得有动力，要么有新的资金进来，要么空头被迫补回，形成逼空行情。可要是空头已经被挤得差不多了，顺势的资金也已经加得很满了，那上涨就变成挺尴尬的情况。车还在往前滑动着，但是油箱里不一定还有多少油，你看着它还在动，会觉得动力特别充足的样子。可真正的问题是下一脚油门由谁来踩？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市场越上涨，反倒越容易变脆弱。但高盛真正让我觉得得重视的不只是资金方面，而是实体供应链。很多人一听到地缘政治就觉得这是短期新闻，今天紧张一下，明天市场就忘了，后天接着唱歌跳舞。可这次的逻辑没那么简单，因为它牵涉到荷姆兹海峡、能源、基础化工品还有全球供应链。要是关键通道受影响，油价和化工品价格并不只是在屏幕上波动一下就完事情，它会顺着产业链慢慢往下传递。你以为是新闻，实际上或许是成本账单。基础化工产品听着是挺无聊的，对吧？一说到这个词，很多人就已经想着划走了，就像听到数学课上函数2个字自动走神一样。可你可别小看它，它并不是化工厂自己的小圈子，纺织、医疗、包装、汽车、芯片制造，全都得用到各种化学原料。半导体听着是挺高科技的，但芯片生产也离不开特种气体、溶剂、光刻相关材料。你看AI 再聪明，也得依靠现实世界的材料才能被制造出来，是不是有点反常识？要是基础化工品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，企业成本就会被抬高。更麻烦的是，这种影响不是今天涨价，明天报表就会体现出来，它存在延迟。或许要在6个月、9个月、12个月之后，企业才会发现，原来前面那波供应链带来的压力已经偷偷进到成本里面了。就好像你今天点奶茶加了小料，刷卡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到月底看账单才发现自己不是在喝奶茶，而是在投资珍珠产业。市场也常常是这样后知后觉的。高盛提到的风险里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点，要是全球部分化工品供应受到影响，亚太地区会特别敏感，因为很多化工原料都得依靠中东，比如韩国、日本、中国台湾这类地方，和半导体链条的联系非常密切。也就是说，问题不一定直接从美股科技股那边开始，而有可能先从原料、运输、港口、库存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地方出现。投资市场最会装样子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舞台上是 AI 发布会，后台可能就是供应链在着急的冒汗。你说该关注哪边？那肯定两边都要留意。特别关键的还有一个时间差，港口拥堵、航线调整、供应恢复，这些并不像按个重启键就能解决的事情，不像电脑卡了那样关机再开机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真实的供应链重启可能得花费很长时间，订单、库存、运输、生产计划都得重新进行安排。它就好像一条很长的队伍，前面一个环节慢了，后面所有人都会跟着慢。当影响传到终端产品那儿时，投资人或许才会忽然反应过来，怎么利润率不对。讲到这里，要是你觉得这期不是那种只喊涨跌的内容，记得再帮我点个赞。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可能就1秒钟，对频道来说就好像给内容加了一小桶油，这样算法才知道你不是被迫听课，而是真觉得有用。也欢迎收藏，特别是供应链和资金面那2部分，以后市场要是一波动，你回头看会更有感受。至于订阅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我们后续还会一直关注这种表面繁荣但底层有压力的行情，攻守平衡，这是美银提及的思路。打个比方，用 QQ 相关的看涨价差去参与科技股最后一段或许会出现的上涨，与此同时用 VIX 相关的看涨价差去对冲市场突然波动的风险。这里不是让你照抄交易，也不是说这个策略合适每一个人，而是让你知道投行的态度。他们没有简略的喊多，也没有简略的喊空，而是在认可行情有可能持续上冲的同时，并且给自己留一把伞。高手不是不怕下雨，高手是出门看天还带着伞。
关于看涨价差这件事儿吧，简单说就是你不追求无限的收益，而是用相对能控制的成本去压住一个区间内的上涨。它不像一下子全投进去那样刺激，也不像单纯买入那么 pricey。VIX 看涨价差也差不多这样，是用来应对市场波动突然变大的情况。可以把它看成给组合买一个安全气囊。平时安全气囊最好别弹出来，因为弹出来就表示路上颠簸的很厉害，但要是真遇到急弯的时候，它的存在就非常重要。当然，普通投资人不一定要去参与期权，期权这个工具是有门槛的，存在时间价值损耗，而且定价还比较复杂。你要是不了解它，可别因为觉得它听起来高级就随便冲进去。就好比别人玩滑板很酷，你第一次上板就想转体3圈，那不是自信，而是在给自己的膝盖找苦头吃。对大部分人来说，明白这个策略背后的想法，要比复制交易本身更加重要。不要只压一个方向，不要忽略尾部风险，不要把上涨就当作是安全的代名词。那一般人能做些什么？其一，别只盯着指数看，要去看看市场的广度，有多少股票在涨，多少板块在涨，消费、金融、工业这些有没有跟着涨。其二，留意波动程度。如果指数涨了，但波动程度也挺高，那就意味着市场心里不踏实。其三，瞅瞅供应链和成本，可别觉得地缘政治只影响新闻频道，它也有可能影响企业的利润。其四，把控好仓位，别让一次判断左右你全部的情绪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事情听着不怎么炫酷，但特别实用？当下不要把整条线串起来看看。表面上美股指数挺厉害， A1 也挺厉害，英伟达也很强势，科技巨头就像超级发动机一样。而另一边，亚洲半导体链条在回调，消费股也在承受压力，通胀和油价影响基层的购买能力。资金方面 ，CTA 可能已经转向很足，空头回补的燃料也消耗不少。供应链方面，化工品和能源风险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慢慢传递。估值和情绪方面，巴菲特指标、本益比、期权投机、波动率全都在提醒你，这不是一个便宜又安静的市场。所以当下你所看到的不是单纯的牛市，也不是简单的熊市，而是被 AI 热潮强行撑起来的高分化市场。它有很大可能接着往上冲，甚至能冲到让小心的人怀疑人生，但它也极有很大可能在某个成本压力、盈利预期、地缘风险、资金退潮的节点突然变样。市场最拿手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在大多数人最舒坦的时候让他们放松警觉。当你觉得这次不一样的时候，往往才更得认真查看自己的风险，是不是挺违背人性的。可投资本来就常常跟人性对着干。我清楚很多人最想听到一句明确的话，当下究竟买不买，但负责任来说，答案不该这么简单粗暴。你的仓位、现金流、风险承受能力、投资周期都不一样。短线交易者留意节奏，中长期投资者留意估值和盈利，保守型投资者留意回撤，激进型投资者留意机会成本。一个答案套用所有人，就好像一双鞋套住全家似的，听着省事，穿着难受。真正该问的是，要是市场再上涨，你有没有打算？要是市场突然波动，你有没有应对方案？要是你已经重仓科技股，那当下最该做的或许不是天天盼着一直上涨，而是去检查集中度，是不是所有资产都压在同一个故事上面？是不是一旦 AI 预期降温，你的组合就跟着受影响？要是你空仓很久，也不要因为焦虑就跑到最热闹的地方去。市场永远有机会，但是不是每个机会都适合你。你要记住，错过一段上涨不会让你失去未来，可是在不了解风险的时候冲进去，才有可能让你很不舒服。要是你是定投型投资者，可多留意节奏和估值区间，不用因为短期新闻经常改变计划，可别闭着眼买还完全不看价格。定投不是催眠术，不是把脑子交给扣款日，你还是得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，估值大概在什么位置，未来收益从哪儿来。要是你是主动交易者，那更得尊重止损仓位和波动。当市场情绪火热的时候，纪律就好像安全带，平时觉得麻烦，关键时候才知道它不是个摆设。从另一个观察角度来讲，要是后面指数一直往上涨，可是上涨的股票数量却慢慢变少，那就要留意了。因为这就代表着市场越发依靠少数巨头，就好像一栋楼越发依靠几根柱子支撑似的。虽说柱子可能很牢固吧，但再牢固也不代表能不重视整栋楼的结构。真正健康的行情应该是更多行业、更多公司一块变好，而不是几个明星股天天在热搜上，别的板块在旁边安静的像开了省电模式。你觉得这样的热闹是不是有点偏科？当然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觉得风险多就什么都不能做。
市场从来不是等到所有风险没了才上涨的，要是真等风险全没了，价格或许早就不划算。关键是你得清楚自己赚的是什么钱，是企业长期增长的钱，还是市场情绪的钱，又或者是估值扩张的钱。不一样的钱对应不一样风险，把这事情想明白，你就不会因为一天的涨跌而心情跟坐过山车似的。你看，投资最难的不是预测明天，而是管理自己，能够把当下的市场设想成一部剧情十分丰富的电视剧。第一集，AI 巨头就好像光彩照人的出现，观众都拍手鼓掌。第二集，消费股开始落在后面，氛围不怎么对。第三集，高盛拿着供应链的脚本进来，还说之后成本或许有陷阱。第四集，美银提醒，别看主角还在像开了挂一样，那背景音乐已经变得紧张起来。要是只看第一集，肯定觉得挺畅快，但看到第四集，就会发现编剧没打算让剧情就那么简单，后面会不会出现反转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最后再一次提醒，这期视频不是让你恐慌，也不是让你马上做某个交易，而是让你别被指数表面的繁荣给骗了。市场越是热闹，越得保持冷静；故事越是好听，越要审视价格；科技越是夺目，越要关注成本和现金流。不要把 AI 叙事当成万能的保护盾，也不要把短期上涨当成长期安全。你得做的是在机会和风险之间保持清醒，而不是在情绪里胡乱的来回折腾。要是你觉得这期内容让你对当下美股格局看得更清楚，最后帮我点个赞吧，并且把它收藏起来，也欢迎订阅频道。点赞就是向平台表示，这种不只是喊口号，还愿意分析逻辑的内容值得让更多人看到。收藏就是给自己留一份市场备忘录。订阅就是下次接着一块盯盘、分析财报、查看风险的途径。你不用天天预测市场，但你可以天天比昨天更清醒那么一点点。以上内容仅仅是用来做财经知识分享以及市场逻辑讨论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、买卖建议或者收益承诺。视频里提到的股票、指数、期权策略以及市场观点，全都是案例分析，不代表适合每一位观众。任何投资都有风险，价格有可能大幅波动。你要根据自身财务情况、风险承受能力以及投资目标独立去做判断，必要的时候咨询持牌专业人士。不要因为任何视频内容就直接去做交易决定，也不要用影响正常生活的资金去参与高风险投资。